Hello，大家好，我是油料黑坑疯子这里是长城泡泡垂钓基地。因为近期呢，一个教材出的比较少，就是关于钓鱼的一个分享出的比较少。因为最近的时间比较忙，一些钓友跟包括像今天的这个开膛比赛也是老板邀请我过来帮忙主持一下的。刚好就借此视频的话，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关于这种开膛赛该怎么样去打。像这种开膛赛的话，基本上每天或者说是每一个星期都会有地方有这样的开膛赛。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塘是个新塘，然后水呢也是刚刚灌的，就前几天灌的，鱼也是前几天放的，然后的话就等于说是新鱼，然后加上新水新塘，因为它塘也是刚挖的。那么像在垂钓这种塘的一个情况下呢，老钓手基本上都清楚，那么就是味型会加的特别重，然后线组呢也放的会比正常的一个休闲钓要大一些。但是呢，今天很多情况发生了。因为我在观察的时候发现了今天的一个跑鱼率特别高，我观察了一位钓友，口特别好的一位钓友，差不多平均跑3条上一条，跑3条上一条，这样的一个跑鱼率是很恐怖的。到后面呢，他还钓了有80斤左右，就等于说如果他没有跑的话，破100是轻轻松松的事。那么像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分析了一下，我在现场就跟钓友有分析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这里早上我们过来的时候是下了一场暴雨，在还没有开钓前下了一场暴雨，下完雨之后呢，太阳也出不来，也没有风，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鱼就非常缺氧离底。但是造成鱼离底并不是说一个单单的缺氧造成的，因为它这是一个新塘，然后从放鱼开始，差不多从放鱼开始到开钓前，有3天到4天之间，全程都在打氧，白天也是在打氧，晚上也是在打氧，就等于说是70多个小时、80多个小时，氧机就没有关过。那么这样的一个长期打氧呢，将这个塘里的水搅得特别浑浊。然后再加上缺氧的一个，像今天下雨缺氧的一个原因，它关了那个氧机之后呢，鱼就开始离底。离底是第一个是缺氧造成的，第二个是水太过浑浊，然后鱼不喜欢待在底部。那么第3个原因呢，就是这一批鱼的一些皮毛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在它放第2批鱼的时候，我已经过去看过，第2批鱼放了3000多斤，全部都是新鱼。因为是我现场的话，在那里监督他们在那边挂标的，所以每一条鱼我基本上都有观察过。但是今天钓起来的鱼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今天钓起来的鱼就发现了特别伤，不知道是水出了问题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今天的鱼就出现了一些刮伤过的一个情况。那么本身他们下的都是重味型，而今天的鱼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的一个味型很多就过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鱼是离底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在就是说刺饵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鱼在上面去蹭的时候呢，下面又有鱼在那里想吃，然后就很容易铆到鱼。然后后面的话，这边我有一位钓友，就是说我们战队有一位钓友从来没有钓过罗非，然后今天在这边钓罗非，然后我看到他两边都是两边的话，那2个钓友的话都就是说钓鱼技术都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有一位钓友的话跟我是好几年的朋友，也是黑坑老板后面转为钓友的，就说他本身技术就是非常好的。那么在前面的1个半到2个小时的一个抢鱼期，我们的一起的这个兄弟呢，他不会钓，所以呢窝子也没做好，导致2边狂拔，然后他中间没口，差不多就是钓了1个半到2个小时左右吧，就上了1条鱼还是2条鱼，然后我后面实在看不下去了，然后我就上去帮他抽一下。但是我上去了之后，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上去之后第一杆打下去就有动作，但是我打了一下，毛起来一条差不多应该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鱼的那个鳞片上来了。然后第二杆下去呢，我又卯到鱼了。卯到鱼的话是一条应该是它这个塘的目标鱼吧，也是一块鳞片。导致后面呢，我的一个判断就是两边的窝子里面都有鱼，但是呢，它中间的窝子一样存在鱼，但是它中间存在的鱼是非正常的一些鱼，是不怎么开口的，就是一直在那边蹭，一直在这边蹭。然后再加上它本身的一个饵料的味型也出错了，然后到后面呢，我就放弃了它钓的一个3.6米的一个位置，在3.6米的位置我就钓了2条鱼，然后后面我就放弃了那个位置，就开始扎3米的位置，在扎3米的位置之后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上鱼的一个小高潮。那么为什么我会选择在3米的位置扎呢？其实的话，我的想法很简单，它在一个做窝的方面的话，没有做好一个窝，鱼全部被两边的给抢过去了，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窝子里面的鱼是不怎么开口的，然后后面的话，既然在这个窝子我打不下去，那我就放弃它的这个主窝，直接扎回来。因为罗非这个东西，它的一个进窝方式，它不同于草鱼。草鱼的进窝方式是从塘中间或者塘两侧往你的窝点里面走，但是罗非不同，罗非的方位有很多种。罗非的主方位呢是两侧，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岸边从近处进你的窝，草鱼是从远处去进你的窝。所以呢，我就果断选择扎3米的位置，因为两边这整条岸没有人钓近岸，我就尝试去钓近岸。结果钓近岸之后，我就发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鱼离底接口，因为它接口，但是你打不稳它。我下去的时候，第一杆呢下去，它就在半水出现了一个接口，我一打没打中。然后第二杆下去呢，它又在半水接口，我又一打中了，但是呢打起来马上就脱钩。接着第三杆还是出现底接，还是出现中层接，但是呢我不敢打了，我就让它放下去，让它到底。到底之后它底接我才打它，然后就打起来了一条88的一个标。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整个我就是不打底接，或者不打那个中层的接，全部打底接，或者说在底部等待去打稳口。其实它今天这个鱼呢，它是属于开口状态，但是呢它开的这个口是开半口，用我们的话来讲是开半口，不是全口。因为很多时候我钓起来的鱼，我在取钩的时候我都会去检查，然后这个鱼的话就是挂在嘴唇上面一点点，如果它挣扎或者说你顶它力道比较大的情况下，就导致它的一个整个嘴，就是说挂上去的一点点嘴皮子全部会被你扯烂，然后它脱钩就跑掉。所以这也是今天的一个跑鱼的一个现象发生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鱼开的是半口，吃钩吃的不牢，所以打住它的时候也挂不牢之后就脱钩。这个呢然后我钓3米的位置呢，到后面的话差不多帮他钓了1个多小时，打了5、6条标起来，然后呢还有47斤鱼，然后加标鱼的重量的话应该也有20多斤，总体的话也有个70斤左右的一个鱼货。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你这样的一个钓法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其实的话，这个老钓罗非的一些钓手都知道，像这种扎竿尖、扎蛤蟆的一个钓法的话是比较科学的钓罗非，因为罗非它不同于其他的竿，你用2.7米、3米的都有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竿。所以的话，在你正常的正窝点打不到鱼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尝试扎一下你的竿尖，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然后今天的话就分享到这里了，然后今天这边老板安排了这个烤全羊的一个全羊宴，然后招待今天过来捧场的一些钓友。我冇有多人，因為咁多。你我冇去，你又冇。多人去繼續，我哋4個去，1個人冇去。就係咯。
然后还有这个清蒸鲍鱼大龙虾，反正今天是挺有口福的。然后感谢各位的支持，后续的话我会一直更新，一直分享自己的一个垂钓的一些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感谢大家。多谢。哎，要不要打黑呀？第一名的话是31号钓台，118斤。能买的就那个买了好久没有看到这个了。好久没看过这种电视了。来，我一零一了吗？你没带过下架，我一零一了吗？来。还说是感情啊！谢谢老板。那现在的话，我宣布第二名啊，第二名13号钓台，97斤，哪位大师啊？来。有没有什么话想感言呢？感谢老板啊！现在是第3名啊，第三名17号台啊，我看了88斤，17号台88斤，又是你。一个人一个小插曲啊，第3名的话17号台88斤啊，掌声跟第3名就没掌声了吗？来，前三名上来合个影的前3名。冠军！冠军在他们这个前面。都蛮我赢。来。瞧瞧。Rolling the crazy,